是好看的。好看了。你说好看的好看啊！又回到我们的大同江了哈。此行任务2件事办得非常顺利啊！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那么接下来回老家再休整2天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带大妹回那个临水，就开始准备读书了，因为她要提前5天补习哈。回家吃饭。吃饭喽！哎哥，他说的喊我先跟那个不吃排骨。先跑几个月，跑几个月先熟悉，先要熟悉重庆的城区，然后要熟悉材料，熟悉那个工程的流程。来几个月哦。莫担心嘛，没得问题。一2年等于那个没收入啊。那1、2年没收入，看你吃哈，收入。话上说啊，你快的话半年，你只要熟悉快，半年都可以自己接活儿做。来，赌一把。家装不比工装，工装一套就装商场那种，那就值钱。家装一般10几万一套就不错了。重庆的话不止10几万啊。差不多，你一般装一套只10几万。看户型装。这个叫饺子麻辣味还好吃。你看，那个是大头菜哈。想跑几个月？要用心去学那个呢，也快。这个就隔行如隔山了。那每次要掉。你等于你其他事啥都不懂，事啥都不会。别说的辞职穷3个月，改行穷3年。那跟你说，你这一行就是木工活噻。那不是木工。那个范围广。木工、电水泥、电工、水工，水暖工，还有那个叫油漆，哎，地板，这都是吧？所以反正就是装潢那些嘛，都是那种。都40岁的人了，操心了。但是不管他是1年还是2年，你总得迈出这一步了哈。是吧？你想回来立足，你始终都要迈出这一步。你就说你这个去学没得工作。是喽，他是那花2、3个月去跟到去跑，跟到去混，都是说都熟悉这个业务嘛，是啷个来龙去脉是啷个弄的。完，首先一个他重庆的地方他都找不到。他还要起码至少要花半个月去这找地方。半个月都得行啊！你把重庆说的太小了吧？那天天去跑，你还找不到地方啊。我可能跑个1、2年了。这个就不可能跑1、2年。要做好3年的准备。哎呀，反正难度呢是有困难很大，这就看你的本事了。那要下定力，要考验一个人的定力。再苦再累，自己要走下去。总没得16岁出门的时候累嘛。我那是苦嘛。但是呢，那个要动脑力的哇。以前工作就不动脑力嘛。以前工作，以前工作嘛，你看才10几岁出去那些嘛。我就差不多哎。那是动体力嘛，你也动脑力哈。但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记忆力好久，看到你都40岁了，你记忆还有那么好不？可以。那个东西我觉得哈，简单肯定很简单。如果真的要来讲那个将来行不行的话，我估计可能只能用钱来定义，就能挣到好多钱，就挣不到好多钱啊。我们学整学都能学得会，对吧？当然，3分天注定，是吧？也许你牙齿都咬出血，很努力，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第一，是吧？7分要靠人打拼，对吧？我到这儿都不担心啊。
你不担心，我担心。没啥子好担心的，你只关心我每天吃啥子就行了。哎呀，那开车回来累到吃饭好香啊！哈，多吃点。来把那块啃到。来，也啃过来，把它吃完。好香。猪尾巴啃起来是香哈。拿猪尾巴。农村的管他回来了去，菜米不值钱了，再弄都吃得起饭哈。那个城市里面住起很，买一包菜头都要好几块，是不是啊？你没钱，拿啥子去买？啥子去生活？吃火口水都要钱。那个城市里面有城市的生存之道，农村有农村的生存之道，啊，我是这么认为哈。反正很重，那就把人摸了就，好，是吧？只要有你们那句话，我也放心。我们通过4个小时的车程，又回到老家了。那次回来，就是安安心心耍2天儿，因为假期已经不多了哈，尤其是小孩子。然后正月20节，我再去重庆报道啊，珍惜那点儿时光哈。后头就不是说天天想回来回来了，好多事情莫担心，莫操心，放心嘛。因为我在外头跑那么多年，就没见瘦哈，反而还长得越长越胖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地方，好，我跟我妈和老头儿说一下，免得他们担心。那么大的人了，你看堂堂7尺男儿，需啥子靴哈？拜拜。莫担心，莫着急。